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说一下缅甸的诈骗就是习近平在搞的，然后再说一下昨天说漏掉的两个细节也挺重要的，一个是秦刚晋升的细节，一个是细包子在福州驻京办注册的这个公司这个名字的问题。他怎么起的公司的名字？细包子这个公司名称的来历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缅边境地区展开了为期3天的实弹演习。随着缅甸内战的激化，特别是缅北冲突的加剧，中国被卷入的风险也逐渐升高。中国云南省政府宣布，从本周2起，解放军将在瑞丽、镇康、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边境地区进行重装实弹演习和武装巡逻。这些演习旨在测试解放军南部战区部队在边境地区快速机动、封锁控制和联合打击的能力，旨在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据外媒报道，此次演习是在缅甸内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进行的。缅甸的军政权在7月底再次延长了紧急状态，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而叛军联盟三兄弟联盟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在该国的东北部对军政权发起攻击，给缅甸军方造成了重大打击。冲突导致炮弹落入中国境内，1月曾导致云南省南散镇的5人受伤，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边境安全的担忧。虽然中国官方声称其军事演习仅限于保护本国边境的安全，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对缅甸事务的介入正在加深。除了打击当地电信诈骗外，中国在缅甸有大量的投资项目，包括中缅经济走廊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项目对中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具有战略意义。缅甸的局势不稳，不仅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可能迫使中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其在缅甸的公民和资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缅甸，重申了中国对缅甸恢复和平与稳定的承诺。随后，中国投入斡旋缅甸冲突各方的新一轮努力。但是随着内战的持续，战事不断扩大，中国的调解努力尚未见到任何的成效。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正变得日益复杂。一方面呢，中国试图在缅甸军政权和反叛武装之间充当调解人，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另一方面呢，中国又必须面对其边境安全和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现实，这将迫使中国进一步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外交活动，并面临一步步卷入缅甸内战乃至更大的区域冲突的风险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在跟中国国内他习惯玩的那套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既想当裁判员又想当运动员，里外都想双吃呢。实际上这个细包子和缅甸的关系很深很深，缅甸诈骗就是细包子在搞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耿彪呢，耿彪的老婆叫赵兰香，他的长子呢叫耿志深，次子叫耿志远，第二个儿子二儿子呢应该是已经77岁，应该是没有孩子耿志深呢，他有2个儿子，一个叫耿威，一个叫耿代。耿代呢是珠海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会长。那珠海就是习仲勋退休之后在珠海住了一段时间，被人赶走了。耿威呢是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的公共事务部的部长，北京致远功臣关爱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这个致远呢就是等于是他叔的名字嘛。
那1979年到1982年，那细包子本人就担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1984年呢，耿飚曾经对外界说呢，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不一定会在香港驻军，那就受到了邓小平的斥责，就邓小平大发雷霆，然后耿飚就退居到2线了。那然后由于耿飚不行了呢，习近平就不给他当秘书，就跑了，就去河北。去河北呢，由于人品太差，他也混不下去，又去福建了。所以大外宣把习仲勋包装成所谓的改革派，都是扯淡。我说没有改革派，只有改革路线。但任何一个派系都要有一个首领，有一个头目才能叫派系。你比如说江泽民的派系叫江派，那邓小平的派系叫邓派，胡锦涛的派系的叫团派，他都有一个首领，有一个头目，有一个黑帮老大，对不对？他没有红二代这个派系，也没有改革派这个派系。那红二代如果是一个派系，他们的首领是谁？他们的头目是谁？那红一代就分成很多派系。那毛泽东说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那红一代，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他们斗得死去活来。那红一代就分成3大派系，毛泽东、周恩来，然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个派系。那到红二代这里，他怎么就能变成一个派系了？这逻辑在哪里呢？这一点逻辑都没有，这扯淡中的扯淡。那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他能和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是一个派系吗？这可能吗？那没有改革派，只有改革路线。那改革派的首领是谁？是邓小平吗？那就是邓小平派系了，那就不是改革派啊。那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改革路线的，但他们2个人是2个派系，胡耀邦是石油帮的，赵紫阳是邓小平派系的。你看细包子为什么在河北混不下去，跑到福建了？那不就是因为习仲勋的人品太差？那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高阳，他不是看不起细包子，他是看不起习仲勋。那这个细包子大外宣的钱真是没白花，那把习仲勋都能洗白成好人。那习仲勋和习近平如果不是一个派系的，这能符合逻辑吗？那薄一波那和他儿子薄熙来不是一个派系的，这能符合逻辑吗？这就是扯淡中的扯淡。当然了，那现实中的普通人，那父子2个人的性格啊、立场啊，可以完全的不同。但是红二代他不一样，红二代都是一群废物，他离开了拼爹，什么都不会。那薄熙来完全是靠继承薄一波的政治资源才能上位的。那同样的道理，习近平也是完全靠继承习仲勋的政治资源才能上位。那习仲勋本人的政治资源可能还不够，那细包子又认了干爹李鹏，他才能上位。1963年到1966年呢，耿飚曾经担任中国驻缅甸的第3任大使。2011年呢，耿飚的次子呢，就是第2个儿子耿志远呢，恢复发起成立中国缅甸友好协会呢，自认为副会长。第2年，细包子就当上了总书记。网络有一段传言说是呢，彭德仁要建立果敢促进会，那他自己当会长呢，周明峰和董金荣当副会长。果敢促进会呢，据说上面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那就是翟东升闯祸的那个学会，那是耿志远、刘念远以及军情、国安几个退休的情报头子搞得团团伙伙。那后来一租宝的诈骗案的老板丁宁，他也是果敢促进会的人。丁宁后来还当了果敢同盟军的副司令。刘念远呢，是南汉族，1943年出生，是山东省人。那现任总参战略基金会的秘书长，少将军衔，他是国务院原总理古牧的长子，是总参谋部战略基金会的秘书长少将。
那耿彪和古牧曾经同时在中国的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呢，他们的儿子耿志远和刘念远也有可能搞在一起啊。中国战略学会的前身就是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那成立于1979年，1992年呢就改称叫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呢。会长曾经有伍修权、徐信、熊广凯、马晓天和戚建国。那现在的会长是陈光军，荣誉会长是孙建国，副会长有龚显福、刘小北、孟学正。那耿志远的公开头衔是中缅友好协会的会长，刘念远是总参战略基金会的秘书长。那看上去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没有什么联系，那但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就是总参，现在叫联参情报部的掩护机构。那中国战略学会的前任会长熊广凯就是总参的情报头子。所以耿志远、刘念远和解放军的情报机构总参情报部现在叫做联参情报部，那关系是不一般的。所以这个黄推呀、缅北诈骗就是习包子搞的。昨天说漏掉的两个细节还挺重要的，一个就是秦刚晋升的细节啊。我查了一下，这2秘、3秘到底是什么级别啊？3秘就是正科级，2秘就是副处级。也就是说，秦刚第一次在英国给习包子洗钱的这一次呢，他就从正科级晋升到副处级了。那秦刚回到中国很快就晋升正处级了。那秦刚再次去英国的时候就是参赞了，参赞就是副局级了。也就是说，秦刚认识习包子之后呢，1998年到2002年呢，就一共前后才4年，他就从正科蹭就晋升到了副局级。这些都是我说的这个正部级35岁定律啊，就是你要看一个官员的派系，你懒得看的话，就直接就简单粗暴，就随便一名官员拿过来就是出生日期加35，就看看他35岁在哪儿，他在干嘛。然后就是这个副局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这不秦刚这个35岁和副局级都是很近的一个点嘛，他副局级也就是36岁左右嘛，大概就是35岁附近嘛。副局级和正局级看一个官员的派系是最准确的，最容易看出来啊。那副部级和正部级已经不容易看出来啊。然后秦刚这个副局级啊晋升正局级，正局级他就是担任的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这个花了9年。然后新闻司的司长晋升到外交部的副部长花了是7年，这2步看上去时间是挺久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升任部长就只有4年了，再升任副国级就只有几个月了。其实等于就是副部级直接晋升了副国级，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细胞子的上台的密码。其实如果想要好看的话，应该先晋升秦刚担任外交部的党委书记，那就是替换掉齐豫。那可是呢，这个齐豫也是细胞子的铁杆亲信呢，他舍不得换齐豫。那王毅他不是习近平派系的，所以他就赶紧把王毅给换下去了。但是这样呢，观感太差，就是等于直接把外交部的副部长升到副国级的外交部部长。就说按照正常的晋升途径，外交部的副部长不应该直接晋升外交部长。总之，你要起码要担任一个正部级的外交部的副部长，过渡一下嘛，这样好看。那齐豫，有人说是习包子同父异母的大哥习正宁提拔的。我也不太知道啊，那这个其实也有点这个障眼法的意思，就是说，即便齐豫真的就是习包子的大哥习正宁最早提拔的，他也掩盖了齐豫更重要的背景啊，导致大家看不出来习包子怎么上台的这个更为关键的信息啊。中国的外交部的党委书记齐豫和中宣部长李书磊都是同一个背景啊，这股实力是
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里面最邪恶的那股势力，最极左的那股势力啊。本身中共它就是已经很邪恶的这么一个组织了呀。那这个组织中最邪恶的那股势力啊，改天我给大家展开的讲一讲细胞子上台的密码，或者说细胞上台的拼图呢，大概是可以分成4到5个部分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党委书记齐豫和中宣部长李书伟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呢，他们都是陈云的马仔啊。所以这习近平他舍不得让秦刚换掉齐豫。习近平注册的这个用来受贿呢，用来往英国洗钱的公司呢，一看名字就不是习近平小姨子彭丽娟的公司啊，那更不是彭丽娟老公徐兴建的公司呢。它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北京明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那明是什么？明就是习明泽的明啊，就是细胞的女儿啊，难道还能是齐明吗？是他那个侄子齐明吗？利是什么？那肯定是彭丽媛的利，难道真的是细胞的小姨子彭丽娟的利吗？那他睡他小姨子，所以公司中的名字就是细胞的女儿加上细胞子的老婆。他们习明泽和彭丽媛两个人名字中间的2个字名利合成的公司的名字嘛。公司的名字是用老婆的名字成立的公司啊，结果他给前妻打钱赚钱，这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好的，谢谢大家。